心灵暖流。人到中年，舍得花这4种钱，必定会越来越富有。在生活中，我们常常对于花钱持着保守的态度，顾虑自己的财务状况和未来的稳定。然而，当我们进入中年阶段时，我们需要开始思考另一个层面的财富，内在的丰盛和精神的富足。这里提到的4种钱的花费方式，不仅是一种花钱的方法，更是一种对自己和他人的关爱和关怀。在这个人生阶段，我们应该学会放下对于金钱的束缚和担忧，以一种开放和大方的心态去花钱，因为这样才能真正体会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。让我们一同探索以下4种花钱的智慧，让中年的每一笔花费都成为我们丰盛人生的投资和回报。请记得帮忙订阅、按赞及分享，并留下您的宝贵意见，让我们可以持续创作及分享更精彩有内涵的文章。谢谢。1. 为父母花钱是孝。孝顺父母一直被视为我们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观之一，而在中年时期，为父母花钱更是展现孝顺的一种方式。这不仅是出于道义上的责任，更是一种对于他们一生辛劳和奉献的回报。为父母花钱可以有多种方式，例如买礼物为他们支付医疗费用，或者提供舒适的生活环境等。这些花费不仅体现了对父母的关心和爱，也能让他们感受到家人的支持和温暖。举个例子来说，假设你的父母年事已高，身体健康出现了一些问题，需要长期照护和医疗支出。作为子女，为父母花钱可能包括支付医药费用、聘请护理人员、改善居住环境等。这些花费不仅能够确保他们的身体健康和生活品质，也能让他们感受到你的孝心和关爱。这样的花费不只是为了填补他们的需求，更是一种孝顺的表现，为父母的晚年带来安慰和幸福。孝敬父母不仅是传统价值观的体现，也是一种对于自己和家庭的财富。透过怀着孝心，我们能够建立起和父母之间更深厚的情感连结，并营造出一个温暖和谐的家庭氛围。无论是物质上的支持，还是情感上的陪伴，为父母花钱都是一种实践孝顺的方式。在中年时期，我们有能力和机会去回报他们多年的奉献和爱。这样的花费不仅能够让父母感到幸福和满足，也会给自己带来无尽的心安和满足感。2. 为自己花钱是智。在人生的旅程中，我们经常将关注和照顾放在他人身上，而自己却常常被忽略。然而，当我们进入中年阶段时，懂得为自己花钱变得至关重要。这并不是自私或自我放纵的行为，而是一种智慧和对自己价值的认同。为自己花钱可以表现在各个方面，包括追求兴趣爱好、投资学习、提升自我形象或者享受美好的生活体验。这些花费不仅是对自己的投资，也是对内在价值和成长的重视。举个例子来说，你可能一直梦想学习一门新的技能，或者追求一个崭新的兴趣。在中年时期，你有足够的时间和资源去实现这些梦想。为自己花钱可以是报名参加课程、购买相关的器材或工具，甚至是参加研讨会或旅行。这些花费不仅能够丰富你的生活，也能够提升自己的技能和知识，使你更加充实和有自信。除了追求兴趣和学习，为自己花钱也可以表现在提升自我形象和享受生活的方面。例如，你可能希望改善自己的外貌和形象，进行健康管理或者美容护肤。这些花费不仅能够提升你的自信心和幸福感，也会影响到你在社交和工作场合的表现。
为自己花钱并不是放任消费，而是对自己价值和快乐的肯定。这种智慧的花费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需求和欲望，并为自己的成长和幸福负责。在中年时期，我们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和自由度，能够更好地照顾和支持自己。为自己花钱是对自己价值的认同和尊重，也是一种智慧的选择。3. 为感情花钱是爱。爱是人类最纯粹、最强大的情感之一。在人到中年的阶段，我们开始明白到感情的重要性，并愿意为之投入时间、精力和金钱。花钱为感情付出，是一种真挚的爱的表达方式。为感情花钱并不是在买爱，而是通过金钱的支持和关心，向对方展示自己的爱意和重视。这种花费可以体现在多个方面，例如送礼物、计划浪漫的约会、安排旅行或者经济上的支援。举个例子来说，你可能会花钱买一份特别的礼物给你的伴侣，以表达你对他们的爱和感激之情。这份礼物可能代表着你对他们的了解和关心，并且在对方眼中具有特殊的意义。这样的花费不仅是物质上的表达，更是一种心意和情感的传达。此外，安排浪漫的约会或者计划一次浪漫的旅行，也是为感情花钱的方式之一。这样的举动展示了你对对方的重视和对共同回忆的重要性。这些共同的经历和回忆将加深你们之间的情感联系，并营造出爱的氛围。有时候，为感情花钱也可能包括经济上的支援。例如，在家庭中，你可能会为了你的配偶、子女或者其他亲人提供经济支援，确保他们的生活安定和幸福。这种花费体现了你对他们的关心和爱护，并愿意为他们的幸福付出努力。为感情花钱是爱的表达方式，是对他人的关心和重视的具体体现。这种花费并非仅限于浪漫关系，也包括家人、朋友和其他重要的人际关系。透过金钱的投入，我们能够让对方感受到我们的爱和关怀，同时也加深了我们与他人之间的连结和情感枢纽。4. 为子女花钱是责。作为父母，我们的责任是照顾和支持我们的子女。在人到中年的阶段，我们意识到为子女花钱是一种责任和爱的表达方式。这种花费不仅是满足他们的物质需求，更是为了帮助他们成长、学习和发展。为子女花钱涵盖了各个方面，例如教育费用、生活费用、娱乐活动和兴趣培养等。通过这些花费，我们能够提供他们所需的资源和机会，让他们能够健康成长和实现自己的潜能。举个例子来说，教育费用是为子女花钱中的重要部分。我们可能会为他们支付学费、购买教材和提供学习资源，确保他们获得良好的教育。这样的花费不仅是为了他们的未来，也是对他们学习的价值和重要性的肯定。除了教育费用，生活费用也是我们为子女花钱的一部分。我们提供他们衣食住行的必需品，确保他们有一个舒适和安全的生活环境。这种花费是为了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，让他们不受物质困扰，能够专注于成长和发展。此外，我们也会为子女提供娱乐和兴趣活动的支持，这包括参加体育活动、音乐课程、艺术班和其他兴趣培养项目。这样的花费不仅能够丰富他们的生活，还可以帮助他们发掘自己的兴趣和潜能，培养他们的个人特长。为子女花钱是一种责任，因为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良好的条件下成长和发展。这种花费并非仅限于物质上的支持，更是对他们的关心、教育和价值观的传递。
通过为子女花钱，我们能够给予他们最好的机会，帮助他们建立坚实的基础，追求他们的梦想。在人到中年的旅程中，花钱的智慧和选择至关重要。为父母、自己、感情和子女花钱都是中年人成长和财富积累的重要途径。请勇敢地用金钱去创造幸福、温暖和成功的人生。记住，花钱是一种智慧，而这种智慧将使您越来越富有，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的丰盛。保持平衡和明智的花钱观念，让您的人生充满幸福和满足。谢谢观看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影片通知。